可能了。宝贝，不要这样叫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我跟你讲，放开，放开，这是绝对不可能了。我跟你讲，所有人的面，我就是宁可去死，也不会跟他在一起。对天发誓，不要承诺。现在哪怕他给我个1个亿、2个亿，我也不会要他1分钱。40岁离异大姐网上结识富二代，短短半个小时，2个人便坠入了爱河。可不料同居1个月后，大姐却发现了男子惊人的猫腻，说什么也要和男子分手。可此时富二代早已动了真情，甚至不惜下跪挽回大姐。画面中这个满脸委屈的就是离异大姐小赵。1个月前，他在网上闲逛，认识了富二代小杨。照片中小杨俊朗高大，还说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，家里有3台车8套房，自己更是成立了一家工程公司，专门给各大开发商做工程，父母都是林业局的大领导。只要跟了他，小赵一定会成为最幸福的女人。小赵被小杨的甜言蜜语冲昏了头脑，很快2个人就见了面，确认了恋爱关系。虽然小杨没有照片上俊朗高大，但是小赵觉得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毕竟小杨很多方面都让大姐满意，最重要的是自己是真的爱她。从此2个人便开始了幸福的同居生活。此时大姐似乎感受到了初恋般的美好，2个人更是1、2天便开1次小会。在此期间，小杨了解到小赵有一家服装店，目前欠了租金15万。小杨告诉小赵钱的事情不用担心，让他放心的经营，一切包在自己身上。小赵听后也是极为感动，小赵暗下定决心，这辈子非小杨不嫁。可是随着交往的深入，小赵越发的觉得不对劲。这1个月的时间里，每次出去吃饭几乎都是自己拿的钱，而且也没看到过男友开车来接自己，2个人住的也是自己的房子。心生怀疑的小赵决定跟踪小杨，谁知这不跟踪不知道，眼前的一幕彻底打碎了小赵的美梦。谁料到小杨根本就不是什么富二代，更不是什么工程公司的老板，他只是一个装修公司的一名木工。小杨的父母也不是什么林业局的大领导，而是给猪打针的兽医。怎么他爸爸妈妈是那个林业局的退休工人？这结果我们都不是。这个都可以查得到的，是不是？到底是不是？是的，我爸是那个现在不是那个兽业啊，以前不是专门打猪的啊，现在不是归入林业局了。听到男友亲口承认他不是富二代，小赵心如刀绞。他是万万没想到，本想着钓了一个金龟婿，没想到自己却被骗财又骗色，亏他还和小杨1、2天就开1次小会。现在想想自己真是傻到家了，所以他向小杨提出了分手。可没想到小杨却不愿意放弃这段感情，看小赵态度坚决，小杨只好叫来了调解员帮忙。可无论调解员如何说好，小赵的态度都非常坚决，他表示自己和小杨今后老死不相往来。没想到为了挽回小赵，小杨突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。不可能了，宝贝，不要这样叫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我跟你讲，放开，放开，这是绝对不可能了。我跟你讲，所有人的面，我就是宁可去死，也不会跟他在一起。对天发誓。假冒富二代的小杨看女友不肯原谅自己，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。只见他双膝跪地，恳求取得小赵的原谅，并一口一个宝贝的叫着，连一旁的调解员也为之动容，跟着一起喊起了宝贝。但此时的小赵心如死灰，铁了心的要和小杨断绝关系，并直接告诉调解员，哪怕小杨现在真的是个富二代，他也不会原谅小杨了。不要承诺，现在哪怕他给我个1个亿、2个亿，我也不会要他1分钱。这样的，起来吧，来，绝对不可能了，这是。小杨没想到小赵全然不顾2个人的感情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我把黄金都给你了，你怎么还是如此的决绝？此时的小杨羞愤万分，扭头就往外走。调解员见状，立刻把小杨拉了回来。最后经过调解员的耐心劝说，小杨也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，他同意和小赵分手。但是分开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解决。小杨希望前女友小赵能把自己给他买的衣服的钱还给他，算下来这些衣服也要4、500元。此时的调解员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是4、500块，4、5千也就留在这里，这也是一点希望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今天把它扑灭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今后再来追他也真没希望，好不好？希望你好好做人啊，就这样。最后小赵成功摆脱了小杨，并对调解员表示了感谢。大兵说，这件事不得不说，还真是铁树开花起了个趴。奉劝那些想网恋的朋友们，一定要擦亮双眼，莫被有心之人所欺骗。我是大兵，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